大家好，在前面的几支影片里面，我们已经把 AutoHotkey V2 的环境给安装起来了，并且设置好了.ahk2 的档案关联。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继续来对 VS Code 的操作做进一步的了解。透过今天介绍的操作技巧，各位就可以很熟练的在 VS Code 里面来操作 AutoHotkey V2 了。那在下一次的影片里面，就可以直接针对 AutoHotkey V2 语言本身来继续做学习了。首先，先来看一下 VS Code 提供的 IntelliSense 这个快速资讯的功能。只要把滑鼠的游标移动到需要查询的关键字上面，它就会立刻显示出对应的说明。这一个 IntelliSense 它的功能是透过 AutoHotkey V2 Language Support 这个扩充提供的。如果要看它内部的设定的内容的话，只要开启右键功能表，使用上面的一致定义，就可以把它的设定档给开启起来，也就是这个 ahk2.d.ahk。看一下这个操作的细节。首先，在这个测试的.ahk2 脚本档里面，将滑鼠游标移动到 MSG Box 上面，各位可以看到它立刻在下面就会显示出它的说明的小视窗，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些详细的说明。这个内容就是刚刚讲的，透过 V2 Language Support 扩充提供的。我们要看到它里面的设定的细节的话，就是将滑鼠游标移动到 MSG Box 上面，再点击右键，右键功能表里面有一个一致定义，或者你以后也可以直接按 F12， 它都会直接开启这个对应的设定的内容出来。这边就有一个 MSG Box 的资料，它的说明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一段注解，它会把 MSG Box 上面的所有的注解内容显示在我们查询的画面上。这个就是 IntelliSense 它的资料来源。假如你希望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说明的话，你可以直接来编辑这边的这个注解的内容，到时候显示出来的说明的内容就会是你修改过的了。假设你想把它改成繁体中文，因为它现在是放在 ZH-CN 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可以建立一个 ZH-TW， 然后把里面的内容复制到 ZH-TW 里面，然后再做简体转繁体的一个操作，到时候显示出来就会是繁体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函数的内容，它是放在 ahk2.d.ahk 这个档里面。有些语言本身的说明，它是放在另外一个档，是 ahk2.json。我们一样回到这边，这个 requires 移动过来，它会有这些说明。这些说明不是放在刚刚的这个 ahk2.d.ahk 里面，而是放在 JSON 档里面，通通都是在刚刚相同的资料夹里面，在这个 ZH-CN 这个资料夹里面，各位就可以找到 ahk2.json。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自行去做修改。这个就是 IntelliSense 快速资讯的一个补充说明。当然，更完整的是直接这个关键字它的 help 的说明会是更完整。只要将游标移动到特定的这个关键字上面，然后按下 Ctrl F1， 它就会直接开启 AutoHotkey 的说明的视窗。直接来操作一下，在 MSG Box 上面直接点击 Ctrl F1， 它就会开启 AutoHotkey V2 Help 的这个视窗了。这一个新的视窗，如果各位是第一次要开启 Help 档案，它会弹出一个警告视窗，点击4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开启起来了。这个新的 Help 视窗可以透过这个设定来设定它其他的一些内容。如果你觉得显示出来的文字字体太小的话，可以自己来变更它的字体大小，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定。记得设定好以后，那点击最下面的 Save Settings， 下次再进来它就会根据新设定好了这些设定来做启动了。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按着 Ctrl 然后再滚动你的滑鼠滚轮，就会有这个字体放大缩小的功能。这个就是 Ctrl F1 可以开启 Help 的一个说明。为了可以更方便的将 AutoHotkey 的功能整合到 VS Code 里面，因此我们可以透过 Action Buttons 这一个扩充，自己来新增常用的工具栏。新增好以后，它就会在状态栏上面会新增出你需要的这一些执行的命令。比如说，我可以新增 Windows Spy， 可以新增 AutoHotkey Dash， 可以新增 HK2EXE， 或者是 AutoGUI。这个 AutoGUI 不是我以前介绍过的 AutoGUI， 它是有修改过的，它是由这个 Easy AutoGUI for HKV2 这个作者直接改写了 AutoGUI 2.5.8 的版本，然后把 GUI Builder 产生出来的程式码从 V1 改成了 V2。我们也可以透过它直接在 VS Code 里面来启动 AutoGUI， 然后就可以来做图形化界面的设计。我在相关链接里面有把它的网址给放上来，你只要下载好，安装到特定的资料夹，你再透过 VS Code Action Buttons EXT 这一个扩充，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新增进来了。
只要点击扩充，然后找到刚刚安装好的 Action Buttons， 如果你还没安装好的话，请各位自行安装。我们现在输入 Action Buttons，Action Buttons 有很多个，我使用的是这一个 VS Code 的 Action Buttons EXT。点击了这一个扩充以后，我们再点击这个齿轮，齿轮里面再点击扩充设定，可以看到这一个扩充它并没有图形化的设定界面，必须直接在这个 Settings.json 里面来编辑。进入了 Settings.json 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设定的内容。上面这3个各位可以不必去动它。这第一个是当我们如果修改了下面的命令的时候，就可以点击这个 Reload Button， 让 VS Code 重新读一次设定，让这个按钮能够正确的反映出来。实际上要设定的每一个命令都是放在 Commands 阵列里面，每一个阵列就是有一个 JSON 的物件。首先就是要指定它的名称 Name， 这边使用的是 Windows Spy。为了美观呢，我在这个 Spy 的前面有加了一个 Unicode 的字元，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美观一点。然后还有它的颜色，它是不是只能执行单一的实例？那这些都设定好以后，后面就是特别要设定的这个 Command。那执行呢，其实是这一个 Windows Spy.ahk。为了避免让 AutoHotkey 又去辨别到底你用的是 V1 还是 V2， 所以我就直接在前面指明了它要用的就是 V2 的 AutoHotkey 64.exe， 所以我就在 Command 里面把这一个 AutoHotkey 64.exe 给指定进来。因为我们是要在 cmd.exe 命令提示字元里面来执行这个指令，因为这个 Program Files 中间这边有空白，所以就在最左边跟最右边加上了双引号。那因为现在是在双引号的设定里面要再加另外一个双引号，因此前面就需要有一个倒斜线，就把这个命令给夹起来。后面这个参数也一样，因为资料夹有空白，所以前后也一样要用双引号把它夹起来。做了这样的设定以后，就可以确定让这个 AutoHotkey 64.exe 来执行 Windows Spy.ahk。各位没有做切换预设终端机的程式的话，应该还是执行不起来，因为它预设的终端机程式是 PowerShell， 但是我们要执行的是命令提示字元，因此我们先来做一个设定，把 VS Code 它预设使用的终端机程式由 PowerShell 改成 cmd.exe。那它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点击 Ctrl P 让命令面板出现，然后再输入 Terminal 空一格 Default，找到这个选取预设设定档，这个就是终端机，我们要变更它的预设的执行档，点击一下，接着再从这个你可以使用的终端机程式里面选择到我们要使用的，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个 Command Prompt cmd.exe， 点击一下，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的预设的终端机程式改成 cmd.exe 了。改好以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刚刚设定这个 Windows Spy 是不是可以正确的执行，所以就到左下角状态栏这边点击一下这个 Spy，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终端机程式有开启起来，同时它执行的指令就是输出在这个地方，这个 Windows Spy 也已经开启起来。这样子就设定好了 Windows Spy 的这个执行的按钮了。那后面一样啊，就是把这个 AutoHotkey Dash 还有 HK to EXE 还有 AutoGUI 这几个项目都把它给设定好，可以来执行看看。状态栏这边点击这个 AutoGUI， 它就会出现 AutoGUI 的操作画面，在这个画面上面就可以根据以前的介绍来对这个视窗做编辑。可以看到我们放了一个按钮进来，它后面产生出来的这个脚本的内容其实就是 AutoHotkey V2 的一个内容，也就可以很方便的来修改图形界面的程式了。以上就是透过 VS Code 来开发 AutoHotkey 的其他操作的技巧。经过这2次的 VS Code 的操作技巧介绍，相信大家已经能够在 VS Code 里面透过 VS Code 提供的功能，很方便的来开发 AutoHotkey V2 的程式了。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 AutoHotkey 技巧对于你在学习 AutoHotkey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